上集说到，就在灵动即将给海沙致命一击时，一股强大的劲风突然袭来，将灵动震退。淡淡的声音响起：“这位朋友，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还望看在我凌云王朝的面子上接过此事。”一位白衣如雪的男子优雅地站在海沙的身旁，仿佛是天边飘来的一朵云彩。他的衣衫上云纹细腻，仿佛能随风起舞，而他脸上那清风云淡的笑容更是让人难以捉摸。他的气质模样无一不透露着非凡，但真正让人心生忌惮的是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强大气息，那是一种超越了海沙这些半步涅槃强者的力量波动。灵动的眼中闪过一丝警惕，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面前这位白衣男子的气势如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能够感觉到面前这白衣男子的强横。灵动，他是凌云王朝的灵智，据说只需凑齐足够的涅槃丹就能冲击涅槃境。凌云王朝的实力几乎可以与一些高级王朝相媲美，我们不能得罪他。墨铁凑近灵动，低声提醒道。灵动面无表情，虽然了解凌云王朝的强大，但并不感到敬畏。灵智的实力虽不错，但并非真正的涅槃强者，他并不惧怕。灵智兄，海沙见到灵智，脸上露出喜色。灵智摆了摆手，微笑着看向灵动，说道：“这位朋友，今夜的事情有些不妥，但静木才是主谋，你已将其斩杀，事已至此，就此接过，好吗？”灵智的声音平和而不失威严。尽管他的实力和凌云王朝的背景足以让灵动感到压力，但灵智也并不想无端树敌，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出现并非为了与灵动为敌，而是因为与海沙有着旧日的情谊。周围的人群对灵智的平和态度感到惊讶，他们知道凌云王朝的威名，却没想到这位来自王朝的强者会如此和气。海沙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原本期待灵智能为自己撑腰，但灵智的中立立场让他有些失望。尽管如此，他也不敢将这种情绪表露在外。灵动对灵智的和气也感到意外，他原本以为灵智会站在海沙这边，但现在看来，灵智并不想与他为敌。灵动的脸色也随之缓和，他虽然不惧怕灵智，但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招惹凌云王朝这样的强大势力。他沉思了片刻，然后开口说道：“既然凌云王朝都出面了，这个面子我自然是要给的。今晚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不过我也要提前说明白，如果再有下次，那么……”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他不会放过任何挑衅他的人，下次一定毫不犹豫杀了。灵动用冰冷的目光看着海沙，这让海沙感受到了这股压力，脸色微变，心中虽然不满，但面对灵动的威胁，他也只能暂时压抑自己的愤怒。毕竟灵动之前斩杀静木的一幕还历历在目，这让海沙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与灵动之间的实力差距。就在这时，一阵大笑声打破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众人的目光被吸引到了新出现的几道身影上。柳原，大元王朝的一员，人群中传来低语。他们都知道，在阳城中最为强横的两大王朝就是凌云王朝和大元王朝。灵动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柳原身上，他身材魁梧，双掌宽大有力，散发出强烈的压迫感。从他体内涌出的波动来看，显然也达到了只需要凑齐涅槃丹就能冲击涅槃境的水平。灵智淡淡的看了柳原一眼，心中明白他话里的挑衅。两人平日就不对路，柳原显然希望凌云王朝与灵动产生矛盾，但灵智不会为此而心动，他知道这柳原的算盘。柳原，这里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掺和，不要多说废话。灵智转身对灵动一抱拳，然后带人离开。灵动的态度让他心中有些不爽，毕竟凌云王朝在阳城地位显赫，但灵智心机深沉，不会让情绪外露。在灵智的带领下，凌云王朝的强者们离开了现场，但他们心中的不满并未平息。他们习惯了在阳城的风光，习惯了其他王朝对他们的敬畏，而灵动的态度让他们非常不爽。这小子有什么资格这么嚣张？凌云王朝他们低声议论，不满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在他们看来，凌云王朝的出面本应让灵动感到荣幸，甚至应该感激涕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还能如此强硬的回应。灵智听着这些抱怨，他的步伐依旧平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深邃。他提出了2个问题，让那些不满的强者们陷入了沉默。灵动的实力虽然只是造化境巅峰，但他能够斩杀半步涅槃的强者，这是他们所做不到的。面对5头半步涅槃妖兽的追杀，还能全身而退，这更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壮举。面对这样的事实，那些强者们的骄横态度不由自主地减弱了。他们开始意识到，灵动之所以能够如此自信，并非无的放矢。灵智继续说道：“如果灵动不是愚蠢至极，那么他必然有着不惧凌云王朝的底牌。”这个结论让众人再次震惊。在这个世界中，实力和智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想到这一点，他们的眼中也不禁流露出惊讶和怀疑之色。他们很难想象，那个明显来自低级王朝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拥有让他们凌云王朝都感到不可逾越的底气。在灵智和柳原相继离开后，灵动感受到了周围人投来的惊奇目光。他明白，经过今晚的事件，
他的名字和实力已经引起了两大王朝的注意，未来的日子里应该不会有人来找麻烦了。这时，柳原以一种豪迈的姿态向林动伸出了友谊之手。林动以微笑回应，他清楚，无论是凌云王朝还是大元王朝，都是阳城中的顶尖势力。虽然他之前可能没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但现在他的实力已经让他有了一席之地。在柳原的友好交谈后，林动的名声在阳城中更是响亮。魔铁对此既感到羡慕，又感到骄傲。林动对此却保持着谦逊，他并没有因为两大王朝的重视而沾沾自喜。他知道，真正的力量来自于自身的实力和努力。一夜的激战终于在天空的晨曦中画下句点，逐渐照亮大地。兽石铺满地面，浓烈的血腥气弥漫在空气中，不少人都是有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不过很快的，这种感觉又是被即将到来的期盼所冲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今天便是会抵达那蕴藏着重宝的雷岩谷，只要能够从中得到一件宝贝，想来这一次的冒险都是极为的值得。向着雷岩山脉深处进发，他们的队伍浩浩荡荡，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剩下的都是实力不俗的王朝。林动和他的伙伴们也在这支队伍中，他们选择了一个稳妥的位置，既不过于靠前，也不落后，保持着警惕和谨慎。雷岩山脉的深处，妖兽的威胁愈发严重，尽管昨夜的妖潮已经过去，但新的挑战依然接踵而至。林动骑在小岩虎的背上，魔铁和其他铁王朝的强者们围绕在他周围，在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和钦佩。林动昨晚的表现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尊重。魔铁向林动说道，他们预计在下午左右能够到达雷岩谷。魔铁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他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尤其是那些曾经与他有过小摩擦的王朝成员。林动点了点头，但他的目光却在不经意间扫向了后方。他知道，昨夜的神秘势力的出现，可能这次雷岩谷之旅不会平静。阳城的强者们虽然人多势众，但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作，这在面对未知的挑战时，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致命弱点。终极王朝的天才们，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骄傲和独立性，去听从别人的指挥，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凌云王朝和大元王朝这样的顶尖势力，也无法轻易做到这一点。如果遭遇到高级王朝的挑战，阳城的联盟很可能会在压力下迅速崩溃。涅槃境强者的出现，更是足以让许多王朝望风而逃，失去斗志。林动想要在众多势力的角逐中夺取天赋灵术和远古秘药，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挑战。这宝可不好抢啊！林动仰天轻吐了一口气。在阳城人马急匆匆赶往雷岩谷的同时，另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正悄无声息地跟在他们身后。这支人马的纪律严明，与阳城的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队伍的中心，一位黑衣男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的行动自如，仿佛不受重力束缚，轻松地在空中滑行。这种从容不迫的姿态，让人不禁对他的身份和实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黑衣男子正是林动昨夜遇见的涅槃境强者，他的目标同样指向雷岩谷。黑衣男子的同伴报告了玄冰王朝的动向，这让黑衣男子知道他们并非孤军。他们讨论着如何对付阳城的人马，以及可能的联盟策略。黑衣男子认为，尽管阳城的人马实力参差不齐，但凌云王朝和大元王朝的存在使得他们不能轻视。他提出了与玄冰王朝联手，共同对抗阳城的计划，以确保能够顺利探宝。在那群人马掠过后不久，一棵大树微微晃动，一道曼妙的身影闪现而出。他俏目慵懒地望向前方，红唇微抿，嫣然轻笑，真有意思，没想到这里竟然出现一枚远古秘药。随着阳城人马的深入，雷岩山脉的平静被彻底打破，妖兽们被惊扰而出，给队伍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然而当太阳开始西沉，疲惫的队伍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雷岩谷。这个山谷不仅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更是远古秘药的所在。它隐藏在险峻的山峰之间，被神秘的雾气和雷鸣声环绕，显得既神秘又危险。阳城的强者们在看到雷岩谷的那一刻，激动地欢呼起来，仿佛所有的艰辛都得到了回报。但林动却保持着冷静，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的目光在周围的山峰中扫过，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而他的直觉告诉他，这里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林动决定让队伍走在最后，这个决定让墨铁等人感到意外，但他们还是选择信任林动。阳城的其他人则兴奋地冲向雷岩谷，希望能在这场宝物的争夺中分得一杯羹。凌云王朝和大元王朝的强者们则位于队伍的最前方，他们的实力让他们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无人敢质疑。随着队伍的前进，林动的眉头越皱越紧，他感觉到的那种波动越来越强烈。冲进去！前方的大部队已抵达雷岩谷数百丈之外。然而尽管林志和柳原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但后方的林动却瞳孔猛然一缩。天空之上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雷岩谷前的宁静。阳城人马的前方，一道巨大的裂缝在地面上迅速蔓延，仿佛是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撕裂。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原本兴奋的气氛瞬间被紧张和恐慌所取代。林志和柳原
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强烈的警惕。他们知道这样的攻击绝非偶然，而是有人故意为之。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那道裂缝，试图从中找出攻击者的踪迹，同时也在心中盘算着接下来的行动。阳城的其他强者们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可能已经踏入了一个陷阱。雷岩谷的争夺战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危险，他们必须迅速调整策略，否则可能会在这场未知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林动和他的队伍虽然位于队伍的末尾，但他们的警惕性并未因此而降低。不知道是何方高人阻拦，还请出来一见。林志抬头沉声大喝：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吧，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林志话音刚落，一道声音在天空中响起，如同温度陡然下降。众人抬头看到一道身影踏着清风缓缓而来，最终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那身影站立在空中，并未特意释放气势，但却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波动，悄然间传播开来。涅槃境。感受到这强大的波动，林志和柳原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一道身影静静悬浮在半空中，周身寒气涌动，使得天地间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那可怕的波动比起半部涅槃更为强大，令在场所有人脸色巨变。他们明白，能散发这种气息的必然是真正踏入了涅槃境的变态存在。在阳城人马前方，柳原和林志阴沉地盯着身影，心中不愿看到的情况终于发生了。这次的密钥之争果然吸引了一些麻烦人物。不知这位朋友来自何方王朝？雷岩谷乃是无主之物，我们阳城人马辛辛苦苦赶到这里，你这般作为是否有些过分？柳原率先开口。尽管大元王朝有些没落，但他们仍保留着一份傲气，因此听到那身影的驱逐之语，难免出言反驳。玄冰王朝，华云，你们应该听说过。那身影淡淡一笑。玄冰王朝，这个高级王朝的名声和实力让许多人感到畏惧。魔铁和唐轩等人的脸色阴沉，面对这样的对手，他们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中级王朝与高级王朝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实力上的，更是在资源、底蕴和影响力上的全面落后。林动的眉头紧锁，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他昨夜所见的神秘势力并非玄冰王朝，这意味着至少有2个高级王朝对雷岩谷虎视眈眈，而且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势力，谁知道在这片广袤的山脉中是否还有其他隐藏的强者和势力。远古密钥的诱惑力巨大，它不仅吸引了阳城的强者，也吸引了更高层次的王朝。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动知道他必须更加小心谨慎，也要尽可能地争取到密钥。前方，柳原和林志面对玄冰王朝的华云，感受到了棘手的味道。玄冰王朝的实力远超他们，拥有涅槃境强者的他们，华云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他的话语和行动都在向所有人宣告，玄冰王朝对雷岩谷的密钥势在必得。柳原和林志试图以阳城人马的联合来对抗玄冰王朝，但华云的回应却是轻蔑和不屑。他挥手间，玄冰王朝的强者们纷纷现身，他们的气势如同冰寒的飓风，让阳城的人马感受到了深深的寒意。这些强者的气息强大而凝练。阳城人马虽然人多，但在玄冰王朝这样的高级王朝面前，他们的联合显得脆弱而无力。光是这么一露面，高级王朝的强横之处便是展露无遗。放眼这阳城任何一方人马，都是无法与其媲美。而一见到玄冰王朝这阵仗，那些阳城人马中一些人面色便是有点惊惶，这倒是看得林动暗中一叹，果然是一盘散沙。虽说他们单一势力的确比不上这玄冰王朝，但如果真能联手的话，即使是玄冰王朝也会感到头疼，最终不得不妥协。各位，高级王朝虽然强大，但我们为了雷岩谷付出了太多努力，我们经历了妖潮，失去了许多兄弟，现在我们就要进入雷岩谷了，难道就因为一点阻碍就退缩吗？柳原的声音如同惊雷般炸响，他清楚，如果阳城人马放弃，他们就失去了与高级王朝抗衡的机会。你们都是个王朝的天才，修炼的不仅是武力，更是意志。软弱之人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强者。柳原的言辞充满激励，连林动都为之侧目。这个看上去粗鲁的人，居然能说出如此振奋人心的话语。柳原的话语让原本惊慌失措的阳城人马逐渐恢复了冷静，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和目标。柳原提出的策略及他和林志联手对抗华云，也让众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华云在半空中观察着这一切，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警惕。他知道阳城人马的数量优势和团结起来的决心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大威胁。柳原的策略虽然简单，但在这种关键时刻却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随着柳原的话语，阳城人马的士气逐渐回升，他们开始团结起来。柳原和林志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林动身上，他们知道面对2名涅槃境强者，阳城人马的胜算微乎其微。然而在这种绝境之下，他们似乎在林动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尽管他们并不确定林动是否能够对抗涅槃境的强者，但在这种时刻，任何可能的援助都是宝贵的。林动感受到了所有人的目光，他知道
自己可能已经成为了阳城人马最后的希望。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让林动感到了压力。他知道自己可能被寄予了厚望，但同时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需要做出决定，是否要站出来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华云和乌墨的诧异以及他们的疑惑，表明他们并不认为林动有能力对抗涅槃境的强者。华云的嗤笑和乌墨的皱眉都透露出他们对这场对峙的看法。乌墨甚至觉得林动有些熟悉，这让他感到困惑。而在远处的山峰上，那位神秘女子也对这场对峙表现出了兴趣，她的目光中带着一丝玩味，似乎在等待着看林动会如何应对。林动站在阳城人马的后方，面对着所有人的目光，他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目光最终落在柳原和林志身上，林动淡然一笑，对柳原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虽然柳原先前的举动有些仓促，但此刻的情况确实十分棘手，需要所有阳城人马的团结和合作才能有所作为。柳原兄说的对，我们都是来自阳城，应该团结在一起。林动语气坚定地说道，面对两大高级王朝的压力，我们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有所作为。至于那位涅槃境的强者，我虽然不敢保证能够击败他，但至少可以拖延一段时间，争取时间给大家。他的目光坚定而坚决，透露出不畏困难的决心。柳原听了林动的话，心中一松，他并没有指望林动能够单枪匹马击败涅槃境强者，只是希望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拖延一些时间，为大家争取机会。林动兄说的对，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柳原点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分裂只会让我们更加脆弱。我们要挺过眼前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争夺雷烟谷的宝藏。林志也赞同地点了点头。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林动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他的目光直视着半空中的华云和乌墨。尽管距离遥远，但涅槃境强者的气息依然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林动并没有退缩，他知道这是他证明自己，也是为阳城人马争取机会的时刻。林动的行动让阳城人马中的其他人也感到了一丝振奋。他们或许并不完全相信林动能够改变局势，但他们愿意给予他这个机会。在这场争夺战中，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而不是空手而归。随着林动的接近，华云和乌墨的目光也变得更加锐利。两位都是名声极响的人物，若是要我们阳城人马转身离开，也并非不是不可以。不过我却想与你们设一个赌约。林动沉稳的声音在半空中缓缓传开。赌约？貌似你们并没有那种资格啊。华云淡淡一笑道，两大高级王朝联手，实力的确很强，不过相信我，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如果你们真是要来硬的，即便你们能胜，也断然会付出一些代价。雷烟谷能够将你们吸引而来，谁也不知道在这周围的山里是否还有着其他的王朝隐藏。你们若是在这里有所损失，或许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好事情。林动的声音依然平静，仿佛丝毫没有感受到那种自华云身上散发而出的压力一般。华云和乌墨的接受了表示什么赌约。听到两人口风松动，林动嘴角微微一笑，然后他的袖袍一挥，一道劲风席卷而出。随后在远处的地面上，他勾勒出了一个约莫10丈左右的圆圈痕迹。他接着提出了赌约，我这赌约没什么复杂的，两位之中随意出来一位，站在圈中接我一招，若是被震出圈子，我赢，反之你们赢。林动的赌约在阳城人马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的语气虽然平静，提出的却是极具震撼力。在场的众人，包括那些实力不俗的强者，都被林动的自信和胆识所震撼。他们不敢相信，一个造化境巅峰的修炼者竟然敢向涅槃境的强者发起挑战，这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勇气，甚至有些可笑。柳原和林志的反应反映了在场大多数人的想法。他们虽然见证了林动昨夜的英勇表现，但面对涅槃境强者，即使是他们这样的强者，也需要联手才能勉强抗衡。林动的挑战在他们看来似乎过于自信，甚至有些不切实际。林志眼睛有点发黑，面色也是有些难看。他盯着柳原，这了半天，却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说都说了，看他怎么玩吧。这个时候，柳原也只能硬着头皮道，毕竟这事说起来算是他引出来的，现在他能做的就只有期待奇迹了。有趣。华云的回应充满了自信和轻蔑，他显然没有将林动的挑战放在心上。他选择亲自接受挑战，但并没有按照林动的规则进入圈子，而是选择在半空中站立。这表明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远超林动，甚至不需要按照林动设定的条件来接受挑战。华云的条件也相当明确，如果林动能够一招将他震退，那么阳城人马可以自由进入雷烟谷，但如果林动做不到，那么他必须带领阳城人马立即离开，否则两大王朝将采取强硬手段。这样的条件无疑是对林动的巨大压力，也是对他实力的直接考验。林动必须展现出他真正的实力，他需要在这一招中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力量，才有可能撼动华云这位涅槃境强者。这场赌约，林动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决定着阳城人马的命运。